婆婆有个怪癖，总喜欢睡前来敲我们夫妻的门。咚咚咚，儿子，妈跟你说一声，妈要睡了呀。很多次，温馨的感觉、暧昧的气氛被打断，我们心里都不得劲儿。然而，当我打探到她这样做的深层次原因，瞬间愤怒到了极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人间烟火》。绿皮火车转汽车，再坐1个小时，屁股都颠麻的拖拉机，我终于来到了老公张辉的老家。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小村庄，没有新时代农村拔地而起的3层小洋楼，也没有现代化设施，显得安静淳朴。我拘谨地跟着他进了家门，眼前的一幕让我目瞪口呆。你这老不死的，要去见阎王就赶紧去，别耽误我打牌闲聊。这是我第2次见到婆婆，一个刚满60岁的农村老妇。此刻她正端着一碗稀粥，盘腿坐在我公公的身边，稀粥连汤带水冒着热气，可她却毫无耐心地往公公嘴巴里塞。公公被烫得直哆嗦，一勺接一勺让他无福消受，很快呛咳起来，声音惊天动地：老混蛋，净给我惹麻烦！婆婆一瞪眼，巴掌狠狠地落到自己老公脸上。此刻我才发现，公公身上的衣服应该很久没有更换了，脖领和前襟已经脏得不像样，留下的污物让衣服根本看不出颜色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妈，我回来了，让我喂吧。张慧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上前接碗。婆婆见到儿子喜出望外，乖儿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撇下自己亲爸妈不管的。随后，她并不把碗递给张辉，而是直勾勾盯着我。妈，你们聊，我来吧。我赶紧上前扶起婆婆，这下她总算满意了，开开心心地拉着儿子离开了堂屋。我们是在3天前接到婆婆电话的，电话中她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很伤心，直说中风偏瘫半年的公公快不行了，没几天活头，想要最后见儿子儿媳一面，于是我们匆匆赶来。当初公公犯病，我曾托老同学看过 CT 片子，据说手术很成功，只是肢体功能受限，慢慢做理疗，坚持锻炼，很快就能站起来了。然而再看公公目前的状况，眼神涣散，精神萎靡，连手都抬不起来，长期营养不良，浑身只剩一把骨头，已经不认识任何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都是他的照顾者，我那婆婆造成的。儿子啊，你不知道妈的苦，这半年拖着那个老累赘，快活不下去了，你快把你爸接走吧，妈自己还想多活2年呢。张辉为难地看了我一眼，毕竟我们婚后都生活在城市，如今要带着这么个老人回去，谁照顾呢？我没意见。令张辉和婆婆万万没想到，我立马就应下了这个请求。我们带爸爸走，妈留在老家，也好松快松快。我语气平静，主要是看公公实在太可怜了，婆婆这样的照顾法，她可能连这个冬天都过不了。紧接着，我和老公给公公换洗了干净衣服，还联络好家附近一家养老康复机构，准备第2天一早就带着公公回城里。遗憾的是，兴许公公感受到了儿子儿媳的善意，他舒服地吃下我为他做的最后一餐饭，当天晚上干干净净、有尊严地走了。葬礼上，婆婆装模作样干嚎了2声，就去忙着收礼金、嗑瓜子了。几个村里的大妈看她这样，直翻白眼。终归是把老头折磨死了，这个混蛋老太太。在大家的聊天中，我大致了解了婆婆这个人。她祖祖辈辈住在这个小山村，自小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姑娘。由于小小年纪不爱读书，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扯是非，和人打架撕扯更是不在话下。
婆婆的父母一直担心她嫁不出去，直到25岁，家里才有媒婆登门。村西头老张家的二小子，人老实本分，和你们闺女最相配。婆婆当年100万个没看上公公，一方面公公家穷，此外公公本人个子矮，人也瘦小，3棒子打不出一个屁。然而眼看村里同龄的女娃，连孩子都生2、3个了，父母硬是逼她点头，于是敲锣打鼓，她嫁进了公公家。新媳妇进门，婆婆泼辣不改，不但拒绝做任何家务，稍有不顺心就抽自己老公耳光，连公婆都敢直接动手。在把公婆赶到大儿子那里住之后，她更是成了家里的女王。婆婆一辈子跋扈惯了，本以为生下的孩子也要受她搓磨，好在张辉是个长相周正、聪明伶俐的男娃，婆婆又稀罕又得意，张辉才免于折磨。办完公公的葬礼之后，我和张辉打道回府，毕竟我们俩都有工作，请不了长时间的假。婆婆照例早出晚归的嗑瓜子闲聊，无论家里家外，什么事情都不干。她甚至要求张辉提高每月寄养老钱的金额，美其名曰好好养生，多陪伴儿子几年。生活回到正轨。然而1年之后，张辉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，她在电话中哭哭啼啼，说老家屋子闹鬼，经常看见半夜公公的鬼魂回家，翻箱倒柜，还把厨房里的碗弄得一团糟。儿子，快救救妈，妈可是不行了，你爸这是想来把我带走呢。疑神疑鬼一阵，我一听就知道，这哪是公公的鬼魂啊，明明是他自己心里有鬼。老家我是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，儿子，快给我打票，我要搬去和你们一起住，从今往后你给妈养老吧。听完这句话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为什么我能接受疾病缠身的公公，却不能接受婆婆呢？除了她狠毒跋扈的性格，还因为她对我丝毫不知道尊重。想当初我们结婚，她就万般看不上我，认为自己儿子是10里8乡第1个硕士研究生，就算娶个公主都绰绰有余，于是眼睛长在了头顶上。回老家办婚礼，她处处使绊子，不是让拜堂时老公站在凳子上，寓意压媳妇一头，就是把我的贴身衣物放在门槛上，众宾客踩踏去邪气。面对当初恶意满满的婆婆，老公气得跳起来好几次，而我一个读书不比她少的城市女孩，只觉得可笑。她是我妈，我爹死后，她的确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也没有办法。最终老公说动了我，婆婆正式登堂入室，入住我家。妈，您把内衣裤从洗衣机里捡出来吧，贴身衣物最好还是手洗。我不洗，要么你给我洗。妈，您出门顺手把垃圾带下楼。我是你婆婆，你居然敢指使我。婆婆延续着每天嗑瓜子看电视，连屁股都懒得抬的作风，不但什么都不做，还制造垃圾和混乱，我快崩溃了。比起脏乱差，我还发现了婆婆另一个怪癖，这让我更加难以忍受。夜深人静，我和老公2个人正躺在床上说着悄悄话，享受难得的2人世界。突然，门把手被拧了2下，由于卧室已经被我锁好，随即门被重重的敲响，我俩吓得一激灵。咚咚咚，谁呀？眼看温情脉脉的气氛被打断，老公气不打一处来。实际上，家里除了婆婆，还有谁？是我，儿子啊，你和儿媳妇在亲热吗？先等等，我进来跟你们说点事。妈，我们已经睡了，衣服都脱了，有事明天说吧。老公一脸无奈，大声隔着门回应，暗示我们已经睡了，不适合打扰。你把门开开，妈真的有正事。
婆婆加重了口气，没办法，老公只好从暖暖的被窝里爬出来，打开了门。谁知婆婆说明来意后，我整个人才真的崩溃到了极点。儿子，你们是打算亲热要孩子吧？这事儿妈有经验，当初和你爹才鼓捣一回，就生出你这个成器的男孩，所以以后你俩要亲热就叫我给你们指导指导。老太太眯着眼睛，眼神直往她儿子紧紧穿着内裤的身上瞟，又看了看我，伸手上来就一把掀开了被子，我穿着真丝睡衣的身体瞬间暴露无遗。啊！你干嘛？我一声尖叫，感觉无异于被当街扒光衣服，这辈子哪受过这种屈辱？看我急眼了，老公赶紧把婆婆推出了房间。妈，你尊重下我们好吗？我们是人，又不是牲口，这么做不合适吧？怕什么？当妈的人什么没见过？婆婆毫不在意地狠狠剜了我一眼，一副我破坏他们母子关系的模样，气呼呼走了出去。第二天，我路过小区廊亭，只见一群老太太正嗑着瓜子扯闲话，这坐在最中间的不就是我婆婆吗？哼，当初我就看不上这媳妇，我儿子可是秀才，以后要干大事的，他瘦瘦巴巴尖嘴猴腮，一看就没有当官太太的福气。结婚2年了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作孽多了，才那么不积德。早知道当初我哭着喊着都不让我儿子娶她。婆婆越说越来劲，不但骂我，还骂我爸妈。小区这些老太太出来进去都会打招呼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还集体批评我屁股小没福相。我立马转头回家，刚进门，委屈的泪水就涌了出来。老公听完我的倾诉，脸都绿了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这个家有他没我，要是他不走，咱们离婚。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本来嘛，当初嫁给一穷二白的老公，我爸妈家又出钱又出房子，婆婆连彩礼都说没钱给，如今住在我的房子里，居然还骂我爸妈作威作福。放心老婆，你先回娘家住2天，陪陪岳父母，我处理好他的事，过2天来接你。老公的宽慰让我心里舒服不少。我收拾好行李回了家，前脚刚走，后脚婆婆回家，好戏开演了。妈，不好了，你在小区辱骂我岳父岳母的事情，被那些老太婆传到我老婆耳朵里，她说要离婚，已经回娘家了。听了这话，婆婆大惊失色，虽然嘴上嫌弃，可她也知道儿子找个城里老婆不容易，离婚更不是什么好事。哎呀，我这也是逞能，想建立婆婆的威严，她怎么当真了？人家不但当真，还说要离婚，把房子收回去，这是她婚前买的。离婚了，我可一点光都沾不着了，只能带你出去租房住。这下婆婆彻底傻眼了，眼看害得自己儿子人财两空，她悔恨地直拍大腿，一会儿说要找长舌头的老太婆算账，一会儿哭天抢地，让老公求求我，脑子一片混乱。不行妈，还是走吧，要是你离了，我不但要陪你租房住，还要伺候你，我可不干。无论对谁，老太婆一视同仁的自私，亲儿子也不例外。她连夜收拾行李，头也不回地跑回了老家。老公接我回家时，我想，婆婆今生今世都不会再来烦我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